所以人均 GDP 就是 GDP 除以人口嘛。那台湾近几年人口都是负成长，所以分母是下降的。你就算上面固定不动都不成长，零成长，这个数字还是会成长。所以这也是我刚才第一个说我忧心的是分母这一块。对，我忧心的是分母这一块。那当然你说的你忧心的是分子这一块，那也没错，因为台湾大概产业雇用人最多的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就是雇用劳工人是最多的业嘛，不是半导体，半导体都是那种很贵的设备，然后甚至无人化啊，所以感受不到，因为它是一个这个 GDP， 它可能最大的贡献都是台湾的半导体，尤其是出口超过刚才说1到8月出口是超过20%的成长，这些出口完全都是电子业贡献的。对，那台湾的电子业不是雇佣劳工最多的，就是主要还是服务业。那服务业其实它的薪水跟科技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对，所以我们如果看平均经常性薪资我们都喜欢看中位数，我们不喜欢看平均数。那平均数很容易受到误解，所以统计数字要很小心的解释。譬如说1+2+3平均数是2，但如果1+2+100，那个平均数马上就拉到可能40几，对不对？那如果所以那1+100中位数是哪？2，所以我们比较看中位数，它比较不会受到那些高薪人士的影响另外一个忧心的当然就是，那我们台湾的产业几乎都着重在半导体产业，那几乎这个产业集中度太高那如果未来景气很好，那当然都好。那如果哪一天 AI 投资过剩世界景气下滑，那我们受到的冲击大概也最大所以我认为台积电对台湾真的很重要，可是台湾不能只有台积电如果去估计一下这个台积电的股价报酬跟大盘的股价报酬，那个贝塔系数大概就等于1了接近1了。台积电几乎是台湾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希望台湾在产业的那个不同产业都能够这个持续的成长譬如说金融业未来也要做到这个世界亚洲，不要说世界就是亚洲前几名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已经这个要求台湾要是亚洲的财务管理中心，对不对不能而且不是只是说而已一定要做到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就是每个产业都要均衡的发展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少子化的问题也必须要解决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的不是未来的成长，对寿险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未来如果台湾的人口一直持续的下跌的话那不管什么产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包含我教育产业可能一大堆大学都要退场这个我是对这个人均 GDP 的看法，就是说你看这个数字，不要只看它美好的一面，要看它有什么值得你忧心的。